不要聊天杠，不要聊天杠，不要聊天杠。恋爱7年，我怀孕了。大喜事儿啊！趁这个机会，赶紧让周沐川娶你啊！可是现在跟他说，会不会太突然了？姐姐，你俩在一起7年了吧？7年，一个女孩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7年了。周沐川拖着一直不给你交代，肯定猫腻啊！可是你就是老天送给你来考验他的呀，你还不抓紧哦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会不听啊！师爷，你男朋友一大早送来的，真浪漫啊！哦哟，这人转性啦！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第一次见他送你东西哦。3点酒店520，给你永生难忘的天。还以为这家伙又忘了我们的恋爱纪念日了。肉麻的嘞！正好趁这个时间，跟他说我怀孕的事情吧。出现满天星空，那颜色太斑驳。你看心雨，我就说了我们家沐川对我很好的，你看，这也是他给我准备的惊喜。这么大，这个笨蛋也不知道事先问问我尺寸。周沐川，安夏是谁呀？原来今天要被你求婚的，不是跟你恋爱7年的我。小叶，我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，但是我怕你难过。一个女孩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7年了，周沐川拖着一直不给你交代，肯定猫腻啊！师爷，你他妈有病啊！是，没病怎么会看上你？亏我花了1年的积蓄给你买车，你个人渣！呸！云深，我喜欢你好久了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谈恋爱，而且我对女人没兴趣。可是我们明明相处得很好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？难道说你的心里已经有了别人了？看什么看啊？没见过报复前男友啊？前男友？你不是说不谈恋爱吗？你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！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烂人！你在我车上干什么？你的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的车跟我前男友的车一模一样，我没注意看车牌号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算了，你想办法清理干净就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检查报告显示没什么异常，就是作为孕妇要注意不要剧烈运动。孕妇？对啊，你老婆怀孕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她老公。您不是孩子爸爸吗？
当然不是，我看着像个有孩子的人吗？而且我是不婚主义，最讨厌小孩。爷爷要跟你订婚，速回。既然你醒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上面有我联系方式，你自己主动加我。等车写好了，我把费用发给你。好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石女士，目前她的情况非常稳定，可以告诉家里人这个好消息了。家里人，小月，周沐川这人靠不住，妈不会看错的。妈，周沐川他对我很好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嫁。小月，小月，妈，我错了。张医生，明天我想把孩子打掉。怀孕的事情绝对不能让你知道。怎么一直发呆呀？没什么。你跟你那个男朋友最近还好吗？分手了。石野妈妈，她怎么来了？阿姨，你干什么？阿姨，你要再胡搅蛮缠，我就报警了。你报警？我女儿刚怀孕，你就跟她分手，我还没报警呢。怀孕？阿姨，我不知道小野怀孕，她没跟我说。你少在这跟我装！当初我看你第一眼，我就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竟然敢对不起她！我今天一定要废了你！哎，你听，阿姨，你冷静点，我现在给小野打电话问清楚好不好？石女士，刘医生马上过来，您先看一下注意事项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小野，你怀孕了？他怎么会知道？对，你搞周经理会真出轨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他影响你跟那个安夏的。我现在就在医院。小野，你在医院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妈，我本来想过段时间再跟你说的。过段时间孩子都没了，我以为你会生气。你会怀孕，他也有错，我生你气干什么呀？小野，你怀孕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告诉你有什么用？周沐川，你别在这里摆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，我真的看到你我就有点恶心。今天你妈去我公司闹了一通，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抛弃孕妇的烂人。你说，我要是早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，谁说这孩子是你的？什么？小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小野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么多年一直跟在我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这孩子不是我的，
这能是谁的？是我的。我是孩子的爸爸，你有意见吗？他什么情况啊？不可能，他每天都围着我转，怎么会有时间出轨？我天天围着你转，也不影响你给别的女人准备求婚仪式。我就说昨天在酒店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难过？原来你自己早就出轨了，还在这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求心理安慰呢。你有让我伤心的权利，我也有让你后悔的实力。怎么样，周木川？这顶绿帽子你戴的可还舒服？师爷，这次算我栽在你手里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我们两个的。那走。妈，你们两个跟我回家。混账东西！当初让你和你妈来顾家就是个错误，除了跟顾家丢脸，什么都不会。车上这女的我不认识。别再狡辩了。为了你不再影响顾家，我决定你下周就结婚。这位是安家的千金安夏小姐，我跟安家已经商量好了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不结婚，要结你自己结去。你们看看，我当初就说过，这肚子里未婚先孕那种养不熟。现在好了吧？行，你不接是吧？你不接你就跟你妈滚出顾家。妈，不能因为我连累了妈妈。我知道了。顾雨生，你的结婚对象只能是我。什么？另外一个女人？还不能告诉顾爷爷这个女人怀了顾家孩子的事情，得先把顾云生弄到手。是的，顾爷爷，可能云生哥哥已经有喜欢的女生了吧？那我就不嫁给云生哥哥了吧？胡说八道！我都答应过你的爸爸了，要好好照顾你。况且我顾家的子孙，怎么能够和一个不知来历的女人在一起呢？这样吧，你跟云深的婚礼明天就办。你太过分了，妈！阿姨，其实我今天换了个这么帅的男朋友，居然都不告诉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小伙子，我一眼看上去就喜欢，比那个什么周木川的看着靠谱多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顾云深。这名字也好听啊！哎，云深呐，你现在跟我家石野已经有孩子了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呐？哎妈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定下来呢？少爷，老爷说您和安夏小姐的婚礼提前到明天举办。云深啊，你说呢？啊，石野年纪也不小了，现在又怀了身孕，你看什么时候抓紧把婚事给办了？这……阿姨，我家里还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有点演过头了。挺好的，云深这小子还不回来。云深哥哥，你来啦！顾爷爷正在帮我看婚纱呢，你看看。为什么把婚期提前到了明天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边干了些什么。什么？告诉你，我们顾家有你一个未婚先孕生下来的孩子就够了。至于其他的女人，你自己想办法处理好。哼。
我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提不起婚，提个婚。他们拿我周沐川干什么？这个孩子该怎么办？我在你家楼下，有事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了找我？我明天结婚，你能来抢婚吗？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抢婚啊？现在阿姨以为我是孩子的爸爸，如果我结婚了，以后你怎么跟阿姨解释？我本来也没打算一直瞒下去啊。祝你新婚快乐。妈，你这大半夜的还不睡，干嘛呢？哎呦，我刚跟你大伯他们说，你找了个特别好的男朋友，他们明天就要来找我商量你的婚事呢。明天啊？现在如果告诉妈妈，其实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她会很失望吧？我明天结婚，你能来抢婚吗？难道我真的要去抢婚吗？安小姐，婚礼还有10分钟就要开场了，待会儿有新娘父亲亲手将女儿交给新郎的环节，请问父亲到场了吗？哎呀，他父亲在国外呢，一会儿我来就行啊。哦，好的。给我出来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连个人都拦不住！快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别动！安夏，你别站在那里一声不吭。你敢不敢告诉他们，我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你没关系。郑沐川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别在这像个疯子一样胡搅蛮缠。胡搅蛮缠？我为了你放弃了处了那么多年的女朋友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把我当猴耍是吧？今天这个婚，一人相见。顾云生先生与安夏小姐婚礼仪式现在开始。婚礼已经开始了，新娘子现在怎么办？下面有请新娘入场。看来周沐川闹的动静不小啊。奇怪，不是跟我说今天是妈妈跟他一起上场？周沐川，今天只要我不死，这个婚礼我是绝对不会取消。赶紧把我妈送去医院。还有一点事情，我们警局见。哎，这新娘结婚，安家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？听说是上赶着嫁过来的。正所谓玉兰桥上伊人来，新娘披上洁白的婚纱向我们走来。顾云生，新婚快乐！请问新娘，你愿意嫁给顾云生先生为妻，无论贫穷富贵，一生相伴吗？我愿意。请问新郎，你愿意娶安夏小姐为妻，无论年轻衰老，白头到老吗？我不同意。
顾医生，你不要你的孩子了吗？孩子？顾家少爷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啊？这还不明显吗？肯定是不小心怀上了，现在来找顾少爷负责了。这下顾家要出大洋相了。保安呢？保安，怎么什么人都敢放进来？快把他拉出去！敢动我试试！要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出问题了，你们谁来负责啊？走。医生，顾云深，如果你今天敢离开这个婚姻现场的话，以后就不要再说是我的孙子。云深，看看，这就是你们两个教出来的好儿子，把顾家的脸全都丢尽了。爸，你现在应该知道，当时你领着个大肚子女人进家，我是什么感受了吧？给你们3天时间找到那个女人，然后把她的孩子处理掉，否则就不要再回来了。爸。医生说了，阿姨没什么大碍，这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出去。安夏，你这个态度是几个意思啊？就算是我把你妈推倒的，你背着我跟别人偷偷结婚这件事，出去！怎么啦？发这么大的火，婚礼上出什么事儿了？顾云深逃婚了。什么？顾家所有的事情都是顾老爷决定的，这顾云深他怎么敢逃婚呢？婚礼上一个女人说怀了顾云深的孩子，顾云深就跟着他走，如你们所愿，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想嫁给顾云深了，我累了，不想成为你们的棋子了。你再说一个不嫁！不嫁！以前因为商业竞争，你们让我离开了顾云深，现在家产败光了，你们又让我联姻去换，我不嫁！哎呀，傻丫头，你说什么话呢？你要是不嫁过去，严重点，我跟你爸要坐牢的。你忍心看你爸妈被抓走吗？啊！那女人什么来头呀？长怎么样？有你漂亮吗？看着有没有钱呢？蒙着脸我没看见。别担心女儿，这孩子是不是他的还不一定呢。只要他没领证，我们呀就还有机会。领证？对。妈，这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儿？快什么快？孩子都有了还快？还是说你不想对我家小爷负责？没有。哎妈！哎呀，什么哎呀？你带着个球，明天大伯他们过来看，总不能跟人家说你们证都没领，说出去让人笑话吧？云深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喂，妈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呀？明天把那个女孩带上，让我见见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和师爷领证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阿姨，刚刚我妈来电话了，说明天想见见她。见家长？哎，你父母开明嘛，他们不会因为小野还没结婚就怀了孕，就给他脸色看吧？放心吧，阿姨，因为我就是未婚先孕生下来的。
云深现在是变了，开始对我们藏着掖着了。这孩子都长大了，有点秘密也是正常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云深今天在婚礼现场逃婚，还颇有点我当年为了怀孕的你而离家出走的风采啊！你还笑？爸到现在都因为我未婚先孕怀了云深，从来都没给过我们好脸色，逼得云深天天在外边住。现在云深又……先说好，今天那孩子要是云深的，无论如何我都要保住。你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这孩子不是云深的，还能是谁的？现在有哪个男的能傻的给别人养孩子呀？是啊，我倒是在想啊，这小子会不会为了逃婚，随便的找一个人装孕妇？先睡吧，剩下的事情等明天见了云深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啊。你是昨天抢婚那个吗？是他，他叫石野。昨天在台子上肚子都那么大，这个啊，阿姨，我是为了抢婚成功，所以带了个假的，实际上还没几周呢，所以没有那么明显。这孩子确定是云深的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我的，能是谁的？谁知道你是不是随便找了个孕妇来堵你爷爷让你结婚的嘴？怎么可能？那你说，这孩子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在酒吧。酒吧？对，酒吧。哎呀，阿姨，云深他对我一见钟情，要死要活的，非要跟我在一起。有一天在酒吧，我们借着酒劲儿就一夜情。你们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感情是真的。是阿姨，当初听说云深要结婚，不是一整夜都睡不着觉呀。如果没有云深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得下去。行了，别演了，我当然同意你们结婚，只要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。你爷爷那边呢，我和你爸爸会先稳住，现阶段是赶紧推进你们两个的婚事。怎么推进？婚礼还是遵循孩子们的意见吧，毕竟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突然，我想着婚礼啊就暂时不办了，等孩子生下来再弄。亲家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，但是明天让他们先把证领了吧。不是啊，妈，婚礼都还没办呢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是啊，怎么不急？你不赶紧把证领了，等着你爷爷让你娶安夏吗？怎么办？领了证就不是假夫妻了。能怎么办？先答应了，然后再随机应变躲过去呗。你们不会再弄虚作假的骗我们吧？当然没有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你们去领证。亲家，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。那我和云生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云深，师爷家境不好，现在又怀了你的孩子，负担更重了，你可不能辜负他。可是这孩子不是我的呀。我知道了。你回家之后，你妈没说什么其他的吧？没有，就说让我别辜负你。可是明天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真的去领证吧？肯定不能，我们先假装去一趟，然后就说排队人满了，再往后推嘛。好。妈，你们刚来干嘛？看你们领证啊！哎呀，真是太般配了。是啊，云深石野，哎，这名字也合适。
看怎么办啊？冷静，冷静，一定有办法。我想想，有了。妈，我身份证没带。啊？看来今天办不了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电子身份证也是可以的。这孩子是记性差。妈！哎呀，我户口本忘带了。啊？结婚登记早就不用户口本了，现在年轻人都不上网的吗？哎呦，好险好险的！哎，不过换个角度讲啊，他们两个人连忘东西都一起忘，真是天生一对呀！没毛病，没毛病。现在可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们嘀嘀咕咕干什么呢？赶紧拍完领证了。妈，我们俩说悄悄话呢。先领吧，他们不在身边了，我们拿着结婚证再领。来，两个新人看看我啊！来，对，来1、2、3。证领完了，就安心多了。是啊是啊，后面呢就等孩子生下来把婚礼办了。你们怎么领个证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没有，我们两个本来就很甜蜜，领个证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。是的。既然来了，亲家母，婚房我已经买好了，最近就让他们搬进去住吧。不要！为什么？你们结了婚住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是你们这么遮遮掩掩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住。那明天就搬进去，里边什么都有，也不用你们准备什么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像你们这么好的条件，我还一直在想，结婚的话给多少嫁妆合适？毕竟你也看得出来，我其实没关系，不讲究这些。毕竟呀，是我们云深呀犯错在先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钱多钱少，都是我们做母亲对孩子的爱，只要他们幸福就好了啊。我不想住一起。你以为我想吗？现在如果拒绝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们。先咬咬牙，等他们不盯着我们的时候再分开住。顾爷爷，安夏，爷爷实在是抱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关系的。如果当初不是我伤害了顾云深，他如今也不会对我这个样子。只不过是仪式被毁了，你我两家定的婚约并没有被毁。你放心，只要爷爷在一天，他就不会娶到别的女人。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孙媳妇儿只能是你。爸，爸，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，那你坐着，听我说吧。余生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和对方的家里人已经商量好了，他们两个人领了证，现在住在一起。放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家人了？你再怎么生气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。您年龄大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滚！同居啦！这么快啊？那男的长什么样？年大帅不帅？身材顶不顶？做什么的呀？最重要的，钞票子有不啦？啊？哎呀，我们两个呢，只是协议结婚。总之，孩子一生下来，找个借口就分了。生下来，
那渣男的孩子你还留着干什么啊？什么他的孩子啊？这个是我的孩子。哎呦，我晓得呀，舍不得。但是你一个女人怀着孕，那你以后找工作、结婚、生活，你怎么办呀？新宇，我妈呢也是一个人抚养我长大的，我相信我也可以。这不一样呀。谁呀？搞砸了我的婚礼，却不认识我是谁。搞砸婚礼？看来抢婚的事情你也没跟别人说哎，你也觉得没脸说吧？新宇，你先出去吧。哦。你对我一句抱歉都没有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？你有问过云深，想跟你结婚吗？我们之间是家族联姻，我跟他喜不喜欢不重要，倒是你不声不吭的怀了他的孩子，你真的以为他们顾家是那么好进的吗？非要嫁给云深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家庭吗？你一直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，突然换了个地方，你不会觉得不习惯吗？放弃你的孩子吧。放弃个屁呀！放弃！有病治病！你给我滚！雨萱，去了那个家，我们家小野凡事可都靠你了。知道。要是让我家小野受了半点委屈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阿姨，我们房子离得又不远，怎么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？妈，大婶，别抖气儿。走吧。哇，也不是真的结婚，让阿姨破费买这么大的房子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没事，等之后我们离婚了，这房子也还是可以给你的。那倒也不用。这怎么就一个卧室啊？怎么睡啊？你怀着孕，你睡床就是了，我去外面睡沙发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什么东西啊？同居协议。第一，互不干涉彼此的生活。就是除了住在一个屋子，一切照常。第二，互相整理好自己的杂物垃圾，不能发出异味。我有洁癖。第三，协议期限3个月，3个月结束必须结束同居。为什么是3个月啊？不是说好等孩子出生之后吗？孩子一旦出生，我们分居的阻碍就会变得更大。3个月之后，肚子大了，我们就以性格不合为由而分居。放心，我依然会保障你们的生活。就算这我们是假的，你这协议也太冷血了吧？什么假的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刚刚说什么真的假的？妈，我们在给未来的孩子取名字呢。哦，今天你们刚搬过来，肯定没吃午饭，我做了点儿，
顺便带盆花给你们，我看看摆在哪儿。你吃什么好吃的呢？鸡蛋。吃个鸡蛋，神经兮兮的。以后有什么好吃的，要先想着食野，知道吗？我先走了。差点露馅了，让你学短句霸总。行了，尝尝阿姨的手艺吧。你怎么一口都不吃啊？你这饭量，我吃一口你就不够吃了。对了，你说阿姨要是知道我怀的孩子不是你的，知道我们一直在骗她，会不会生气啊？这还用说吗？哦，那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当然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了。完了！我只请了一上午的假，现在要迟到了。碗筷留着我自己洗啊。哎，我东西去哪儿了？师爷，你过来一下。经理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师爷，你把这个填了吧。为什么？非要我说的那么明白是吧？有人向我反映说你怀孕了。我们公司呢正在上申请，有规定不允许存在孕期员工。那为什么是离职申请，不是辞退函啊？有区别吗？有没有区别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要么辞退我，要么我继续上班。你要想继续上班也行，先去把孩子打了。不可能！没结婚就干出这种事儿，还装上了。哪种事啊？你们违法裁掉孕妇就不是错了，我怀个孕倒成错了。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录下来了，咱们法庭上见。见就见，你真以为离开了这儿还有哪个公司敢用你这个未婚妈妈吗？就算你把孩子生下来了，没有爸爸，这孩子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做人。谁说孩子没有爸爸？顾总，顾总，谁允许你在这儿对别人家的孩子评头论足？别人的孩子有没有爸爸，怎么成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顾总，您不会是师爷的男朋友吧？不是男朋友，是老公。他肚子里的是我的孩子。刚刚听说你好像对未婚妈妈的意见很大呀。那我正式的通知你，你被未婚妈妈生的孩子开除。师爷，我们回家。我说你怎么说话都一股短句霸总味儿，搞半天真是霸总。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无业游民啊？但是你刚刚说那些话真的很幽默，什么老公老婆的，咱们本来不就是演戏吗？不上来吗？已经开始一起上班了呀？和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如果不是他，跟你结婚的人应该是我吧？安夏，你够了。师爷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和顾云深在一起过哦。安夏，你先回家等我。干什么？你刚刚胡说八道什么？为什么跟石野说那些乱七八糟的？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不是喜欢过我吗？但我们又没有交往过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为了搞砸你们的关系，随便说的。怎么了？
疯子！我不该疯吗？顾云山，不拒绝你爷爷婚约的人是你，把我一个人抛弃在婚礼上的人也是你，你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本来觉得，现在不觉得。咱们本来不就是演戏吗？顾云山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真是假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明明晚上吃了那么多，肚子还是那么饿。仔细一看，其实长得真挺帅的，嘴上虽然经常亲切的，其实还是很美的。你干什么？一气一炸的！我还要问你干什么？你大半夜盯着我干嘛？我饿，出来找点吃的。怀孕期间能量消耗比较大，晚上容易饿，很正常。谢谢啦。挺好吃的，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一个人生活了这么久，基本的技能还是要有的。怎么了？顾云山，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做的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了吗？没有，恰恰相反，你让我感觉很温暖。但是3个月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要结束了，我怕我会太习惯依赖你，所以呢，很多事情我还是得习惯先靠我自己解决。哎，总之，谢谢霸总，你亲自给我做的面。你让我感觉很温暖，我怕我会太习惯依赖你。依靠。演戏？是的，顾爷爷，那天我在公司电梯间亲耳听到的。你能确定他们说的是结婚的事情吗？这个我不确定，但是只要是假的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进公司？爸，现在公司可没有合适的岗位给安夏。总裁秘书的位置不是一直空缺着吗？爸，云深不可能同意安夏做他的秘书的。我们顾家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咱们的婚礼上让安夏蒙了那么大的羞，人家还不计前嫌的愿意进公司来辅佐那个孽障，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实在不行，那就给你当秘书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回顾家来住吧。这是怎么了？你没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谁啊？是我。哦，来了。别睡了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干什么啊？周末呢？快起来，我妈来了。什么？不知道你们在家呀，会不会做饭？怕师爷怀孕孕吐，我特意做了清淡的菜。谢谢阿姨。小野啊，今天我来还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。妈，你和云深领证，但没办婚礼，可这戒指不能少。时间仓促，我没来得及给你准备更好的。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
到时候让云深呀好好办场婚礼，给你呀选一个新的戒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你师爷戴上。哦，好。来吧。师爷，你给云深戴上。好了，快吃饭吧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早上醒来就一直恶心。你昨天晚上也没吃什么，莫名其妙就干呕，怎么跟孕妇一样？我看八成就是孕吐。妈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是男的，怎么可能孕吐？我看网上说，两个相爱的人，男方呀会替女方承受一些孕吐的痛苦。你这别乱说。没想到以前天天喊着不结婚的人，还会替人孕吐。小野，谢谢你。妈，小野，其实，在婚礼上看到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你没有打掉孩子，或者自己抚养长大，给我和云深呀多了一份牵绊。如果有一天阿姨知道我的婚姻是假的，孩子也不是顾云深的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赶紧吃饭吧。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，爷爷让你们回顾家住。什么？没关系，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。算了，反正我现在月份也不大，睡地上也可以。别客气了，也就几个月，忍忍就过去了。顾云深，怎么了？等我找到房子以后，找个借口，咱们就赶紧离了吧。越是这样拖下去，越是消耗大家的感情。你妈妈对我很好，我心里感到很愧疚。妈，我突然想到，有几套护肤品很好用，拿过来跟师爷试试。你睡地上吗？你们一直分床睡？不是阿姨，我们是觉得这个床太小了。主要是我睡觉不老实，我怕伤到孩子。你们不会是吵架了吧？不是，好着呢。那我们好着呢。那你们就先休息吧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去给他们送东西，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石野跟云深没有睡在一起，石野睡在床上，云深睡在地上。他跟我说什么睡觉动作大，他睡觉老不老实，我这个当妈的会不知道？你说，他们是不是吵架了？不会吧？你不是说云深还有什么孕吐反应？这俩人感情好着呢。那这……行了，别瞎想了。非要睡在一起吗？把门锁上不就好了？大哥，那不更容易引起怀疑吗？现在尴尬就尴尬点吧，总比被揭穿了好。也不是一直住在这里，习惯几天就好。哎，顾云深，我听阿姨说你一直是一个不婚主义，你真的打算一个人生活下去啊？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其实吧，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要是没有这个孩子，相处久了，我说不定真的会喜欢上你。啊，你呀，值得一个
更好的人。睡吧睡吧。什么情况？嗨，要我说啊，你就别讲了，我早就让你跟石野说清楚，你偏要拖，这下好了，又成了渣男，又成了冤种。你信不信我踹你？我错了，你跟石野妹妹天生一对儿，但我就想不明白，一个石野，一个安夏，你到底喜欢谁啊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我妹妹啊，明天出国旅游，我车拿去修了，你把你车给我，我送她去机场。行。我记得你妹妹和石野是闺蜜，好像是的吧？出国前关系还不错。我去订个饭店，给你妹妹接风。啊？哎。喂，还睡呢？本小姐都回国了，还不过来接我？瑶瑶，光南餐厅888号，快过来给本小姐接风洗尘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准时到。这人怎么这么早就不见了？你妹妹怎么还不来？你给我打电话问一下。阿川，你想问石野就直接说嘛，你这么关心我妹妹，我让你问就问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别动手，我问还不行吗？哎，小野，你干什么？钟川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男朋友呀，给你个惊喜，怎么样？够好姐妹吧？算了，你刚回国，不知道也这么长了。我和周木川已经分手了。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周木川在外面花天酒地了？我就知道，跟我哥哥一块儿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宝，你别怕，我去给你出气去。哎，不用了吧？没必要跟这种人浪费时间。今天呢，我就先不陪你吃饭了，过几天再请你吃顿好的。好，小野，你走啊！哥，你干嘛呀？我知道错了，没必要。周木川，小野，周木川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在这拉拉扯扯合适吗？小野，我最近真的想了很多我们的过去，我想。周木川，我拜托你搞清楚，我已经怀孕了，你现在调戏的是一个孕妇，哦不，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孕妇。结婚？你结婚了？是跟上次那个男的对吧？当然，孩子是他的，不跟他结婚，跟谁结婚啊？以后别再来烦我。石野的前男友竟然是周木川，我们这几个人真是有意思。要是没有这个孩子，相处久了，我说不定真的会喜欢上你。疯了吧，顾林深？怎么了？昨天阿姨不是发现我们分床睡了吗？今天要不要一起下班？我太忙了，今天还有几个会议要参加。还就是不一样。顾总，我确认过了，您今天的日程已经结束了，可以好好休息了。确定吗？确定啊。
所以顾总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加班了？我你是在故意躲着我吗？你该不会是怕我爱上你吧？你放心好了，现在的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。哎，走吧。想把股份给那个女人，做梦！你是小野？来的正好，是不是你找你父亲想要把我顾家的股份给这个丫头啊？你先回房间。回什么回啊？要不是这个贱丫头舔着个肚子大闹婚礼，我们顾家会变得这样乌烟瘴气吗？贱丫头，你再骂一句试试。我骂她怎么了？现在吃我顾家，用我顾家，别说我骂她，就是我打她，她也得受着。为了个女人，你想给我造反吗？造什么反？你真拿自己当皇帝了？我从小到大顺着你，让着你，是因为你年纪大，真拿自己当什么好东西了？云深，为什么你每次说话都要那么尖酸刻薄？你羞辱我，羞辱我妈还不够，现在还要羞辱我老婆，羞辱我孩子，你拿我们当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股份我要定了，你要是不给，你就再找一个孙子去。放手！云深。我今天想回我们的房子住，你留下来陪陪我妈。刚刚大吵了一架，我怕她晚上睡不着。对不起，害你被骂了。妈，小野，妈，云深呢，先回我们住的房子里面去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我还是第一次看云深这么顶嘴。现在当了爸爸和丈夫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是小野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让他变得更加成熟了。云深能遇到你，真的很幸运。对不起，阿姨。哎，突然又一个人住，安静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就是阿姨给你们买的新房子呀，真不错。你再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就回去吧。怎么？听你这意思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不想让师爷不舒服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来问问，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啊？干什么？顾爷爷让我问的，说是当秘书的职责。12月中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12月中旬，如果石野的男朋友是周木川的话，那当时在婚礼上，我为了你放弃了处了那么多年的女朋友。如果石野和周木川在一起了很多年，那他肚子里的孩子很可能就不是顾源生的。所以，他们一个为了孩子，一个为了逃婚才在一起的吗？你好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肚子里的孩子可以做 DNA 检测吗？是可以的，怎么了？我有个朋友她怀孕了，但是她老公怀疑她，所以她就想做一个 DNA 检测给老公看。那需要她本人到现场才能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喂，干什么？你在哪儿呢？见个面吧，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我不想知道。跟石野有关。
石野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这？如果你还在为我结婚的事情耿耿于怀的，那我没有一点愧疚。毕竟当初说好了，我们只是玩玩，是你想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不是要跟我说石野的事情？是什么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那个毁了我婚礼的孕妇，就是石野。有意思。你知道她怀孕了吗？知道。然后呢？那孩子的爸爸是不是你？当然不是，他不是已经结婚了，肯定是那个男人的。你确定吗？石野亲口告诉我的。我知道了。我们安大小姐为什么对石野孩子的爸爸这么感兴趣？难道说跟石野结婚的那个男人是你的未婚夫？要不是这个贱丫头舔了个肚子大闹婚礼，我们顾家会变得这样乌烟瘴气吗？是小野你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让他变得更加成熟了。余生能遇到你，真的很幸运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们这段关系立刻结束吧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过来找你。立刻结束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想再继续了。你每天都在说谎，心理负担挺重的。我已经在看房子了，等房子找到之后，我就立刻搬出去。到时候随便找一个理由跟家里人说一声就行了。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本来就是要走的呀，只是想提前一点而已。这些天的同居生活，比我想象中的还是要舒服很多。虽然以后成为朋友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了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。那孩子居然不是周木川的，难道石野真的怀了顾云山的孩子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房子的事情，我帮你安排吧，这样你就不用多花时间了。好久不见啊，顾总。谁在那边说话？有个客户，晚点给你打回去。是石野吗？跟你没关系，有什么话赶紧说。那边开门见山说了吧，有人跟我说石野肚子里怀的孩子不是你的。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。上次在咖啡厅说的不够清楚，口说无凭。况且按照时间推算，石野怀孕的时候跟我在一起，孩子完全可能是我的。是，那石野为什么不把孩子打掉？你又凭什么觉得我会跟着一个怀着别的男人孩子的女人生活在一起？世界上会有这么傻的人吗？我警告你，还有背后乱嚼舌根的人，别再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喂，顾董，我已经到你们公司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董事长叫我来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进来吧。安秘书，准备茶水。
潘秘书啊，我对茶水呢比较挑剔，好好准备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国外投资公司聘请的代表人，来我们公司审核投资资质的安秘书。这段时间就由你负责周理事在公司的一切事宜。安秘书，幸会啊，请多指教。你马上跟他们说换人。我不。你非要我低三下四的给你当秘书来羞辱我是吗？给我做秘书就是羞辱，给顾云深做秘书就是心甘情愿。安夏，你玩的挺双标啊！如果你不给我做秘书也可以啊。今天顾云深说了，要是抓到谁在背后乱传孩子不是他的，他绝对不会放过。要不我跟他说，是你说的。你要顾云深，我要石野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这些天也不知道妈妈一个人在家过得怎么样了。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礼物，我也有，这是我爸爸给我的。师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才几天，就一个人回家，不怕露馅？来来来，早知道你们要来啊，就再多买点了。已经很多了。云深、小野，你们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妈。啊，那今晚在这边过夜不？当然了，阿姨，今天我们哪也不去。好好，那待会儿我帮你们把床铺好。来，是。哎，小野，你这大晚上的不跟云深一起睡觉，跑来我这儿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今天就是要跟妈妈睡觉。哎呦，当然不行了，你都已经嫁人了，肯定是要跟丈夫一起睡呀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同床共枕呢？妈，你好像很喜欢那个顾云深啊。当然啦，妈有时候都会想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你未来有一天一个人大着肚子，孤零零的躺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样子，妈这心里啊就不是个滋味。一个人生孩子，难道就不能好好抚养长大吗？这不一样，这些年妈带着你长大，吃了多少苦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妈不想让你再走妈的老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去找顾云深了。师爷，顾云深，怎么还不睡觉啊？当时我想问问你了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出来了？我想出来透透气。走吧，回家。是因为白天那2个小朋友说的话吗？我是在想，以后我的孩子要是长大了，跟我聊起爸爸这个话题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可以的话，
我也可以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看。师爷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聊什么？经过这么久的相处，我发现我对你的情感不一样了。顾云生，你太冲动了，这只是一时的情感，你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就好了。万一呢？孩子长大是需要爸爸的，万一我们可以像正常的夫妻一样生活，对孩子不也是好的吗？师爷，可以吗？经过这么久的相处，我发现我对你的情感不一样了。不行，师爷，你是个有孩子的人，不能影响他。顾云生，你太冲动了，这只是一时的情感，你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就好了。事情都发生了，怎么还能当成没发生呢？哎呦，夏夏，大半夜的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来，快起来，坐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是因为顾云深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好嫉妒呀！我感觉我自己真的很可笑。哎呦，夏夏，你这是又爱上他了？你不是说绝对不会吗？你没听说呀？神仙爱上就是输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只会被他一步一步带到另一个境地。夏夏，不要和顾云深结婚了，咱们回去，钱的钱，我跟你爸再想办法。不要，我绝对不会被那个女人比下去的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工作，不然呢？为了找你，还是找他？不管你是不是因为我们而来，我都奉劝你一句，就当我们两个从来都不认识。不可能！你知不知道我看你们两个在一起很不爽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两个不可能到现在这种局面。你错了，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也绝对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来，找个地方去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看到师爷了，然后呢？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一定要拆散他们两个。你是来找我联手的？你要顾云深，我要师爷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呀？顾家儿媳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顾总的，这是谁发的？太不像话了！文章在公司内网发布之后，第一时间就被安全管理员下了，他们正在追踪发布者的信息。是不是你干的？郭董，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云深在公司里鲜少露面，在公司里面能对他做这个事情的没有几个人。安秘书，你是不是对云深还抱有什么非分之想？顾导，您可能错怪安秘书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安秘书早就对顾云深不感兴趣了，因为他现在和我在一起了。顾总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会帮着一起了解情况的。我早就说了，他肯定会怀疑，幸好我们早有准备。不过顾总这个人不简单，单纯让他相信网站上的内容没那么容易。我们也不需要让他完全相信，只需要一点点怀疑就够了。虽然现在的顾董看似不信网站上的标题，但是以后他只要一见到师爷，就会不断的想起那句话：
就算他真的不相信，又能怎么样？孩子生下来之前做 DNA 检测是很麻烦的，实际只要死不承认就行了。真到了他不承认的时候，那你就站出来说你才是孩子的爸爸。到那时候，我估计就算再麻烦，这生产前的亲子鉴定，他也一定逃不掉的。只要让他们知道这孩子不是顾云深的，那石野一定就会像垃圾一样被赶出顾家。我等着看。喂，你今天早点回来吧，我们去给师爷买一些孕妇专用的营养品吧。我公司这边还有点事情，今天可能去不了，改天吧。顾总刚才出去了，他表情不太好，你跟上去看看。顾董，周律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睡不着，出来喝一杯。来，说实话，当我听说你跟安秘书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确实有点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差点成为你的儿媳妇儿。既然这些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愿意跟他交往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倒是您啊，怎么在这儿喝这么多酒？之前的酒局上，您可是滴酒不沾啊。是因为文章的事情吧？虽然我不了解情况，但是我看到的时候确实很惊讶。那按照周理事你的想法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在适当的方式下调查清楚。怎么了？我刚刚肚子好像动了一下，是胎动吗？又动了，你摸摸看呢？哎，真的在动哎，好神奇啊！宝宝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干什么啊？我跟宝宝说说话呀，万一他能听懂呢？宝宝，你出生之后想长成什么样子啊？是想像妈妈多一点呢，还是想像爸爸多一点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啊最讨厌小孩了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于你的出现，反而还有了一丝的期待。宝宝，我会一点点靠近你，和你妈妈的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想让我做他爸爸，那你可要好好做你妈妈的工作喽。谁呀？我回那边一趟。顾董这酒量是不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顾董喝多了，我送他回来的。你赶紧进去看看吧，他一回来啊，就吵着要见你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云深，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您是说什么事情？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是你送我爸回来的？对啊，正好是我常去的酒吧。哦，哎，今天顾总跟你说的话不要太在意，因为每个公司都有一些蛀虫会出来捣乱。
你什么意思？今天你们公司上了一篇文章，说的是你老婆师野怀的孩子是别人的，恰巧被顾总看到了。怎么？看你这表情，顾总不会没告诉你吧？哎呀，都是一些风言风语，你不要在意。喂，你还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也是，反正都不是事实，不要再摇。云深，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今天你们公司上了一篇文章，说的是你老婆师野怀的孩子是别人的，恰巧被顾总看到了。爸，我有话想对您说。你一大早就在这等我，看来不是小事儿啊。是你和石野的事吗？是。我听说公司内网的帖子。怎么了？文章的标题属实。什么？对，石野怀的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欺骗了您和家里所有人，对不起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最开始是为了逃避爷爷给我安排的婚礼才做的决定。你就是为了逃避婚礼，所以就谎称这个孩子是你的？不可能，是石野让你这么做的。没有，石野什么都没说，都是我执意让他这么做的。他甚至还拒绝过我很多次。爸，你们离婚吧，就这样悄悄地把婚离掉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我不会离婚的。你胡闹！这件事情必须在你妈妈知道之前赶紧处理掉。你们赶快离婚！就算这件事情一开始是错误的，但我现在对她是真心的。我来这找你是为了告诉你们实情，并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。你，哎，林深，这么早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找我爸说一些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林深，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就是看你脸色不太好。只是起得太早，太累了，我先走了。郭云深刚刚跟郭董事长见面了。什么？谈会这么早？但是郭云深的表情不太好，八成是因为那篇文章的事情。郭云深为什么会主动找郭董事长见面呢？顾云深，你还是心虚了。我现在可以100%确认，石野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。这么早，神都去哪儿了？醒了，睡得怎么样？还好，不过这么早你去哪儿了？在公司呢，有一些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顾云深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契约夫妻关系，但是有什么事你一定要跟我说啊。知道。喂，你好。您之前让我们帮您找的是个带小孩子的房源，我们这边已经有几套空出来了，您今天有空来看看吗？虽然答应了顾云深要再相处一段时间，但是以后的生活谁有说得准呢？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像我们刚刚看的那几套房子呢，都是我们这个单元比较热门的款式，刚空出来没多久呢。如果您需要的话，可能要尽快哦。OK， 我知道了，你就送我到这儿吧，谢谢啊。好，你慢走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吗？你们对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哦，天长地久，天长地久。还有事儿，你自己回公司。顾董，进。顾董，那篇文章的发布人查的怎么样了？安全部门只调查出发布者的 IP 是在国外。让他们抓紧。不过，您要调查发布的人是谁？是不是因为那封帖子的内容是属实的？你问这个是有什么企图？就算这篇文章的内容不是真的，难道我就不需要找到发布人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不起，顾董，我现在立刻安排安全部门加快速度。你回来啦？师爷，你今天是不是去看房子了？对。你怎么了？你听我说，师爷，我可能不太懂如何去做一个好的爸爸，但是短时间之内，我还是希望能够和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共同的生活。你不要总想着我们在一起之间会遇到的困难，我们先过好当下的每一步，好吗？宝宝，我们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跟其实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一起生活吗？太傻了。哎，爸，爸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爸，昨天惹你生气是我不对，但请您别迁怒师爷。迁怒？好了好了，快去上班吧，我跟云师好好聊聊啊。去。你到底做了什么事，惹你爸这么生气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有机会我和我爸当面会解释清楚。妈，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石野肚子里的孩子月份越来越大了，我们那个房子就只有一个卧室，我想再换个有儿童房的房子。行，我帮你找。你怎么突然过来？我今天正好出门啊，想买点东西，顺路过来看看你，顺便想问问你跟云深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对他那么生气，对石爷也那么冷漠。云深在家里没有跟你说什么？说了，他早上说要买一个带儿童房的房间。你是决定把那个孩子生下来吗？老公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公司还有点事儿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工作。回去路上慢点啊。喂，爸，我让你跟石野马上离婚，你居然跟你妈妈说要给他和他的孩子去买房子是吗？我昨天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可能跟石野分开。好，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石野呢？他刚刚出去了。
喂，我看你没在工位上，你去哪了？啊，我出去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如果我爸来找你，你记得跟我说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还好下的比较及时，没有多少人看到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对不起，然后呢？这些都是事实。还真是。你和云石联合起来骗我们一家人，很好玩吗？我和云深已经聊过了，他不愿意和你分开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对一个孕妇说重话。你自己离开我们家。走啊。师爷是不是去我爸那儿了？对，不过看他脸色不是很好的样子。你和云石联合起来骗我们一家人，很好玩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对一个孕妇说重话。你自己离开我们家。师爷，师爷，师爷，师爷。顾董，师爷的身体好像出问题了，什么问题？流产。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人呢？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你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师爷就是跟他见了面才晕倒的。哎，你好，吴医生，刚才送去那边的那个孕妇怎么样了？他说什么？你放心好了，胎儿和孕妇我都没事。师爷，你醒了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怎么会在医院？是不是我的孩子？放心好了，孩子没事，虽然流了一点点血，B 超显示也没什么问题，放心。今天我爸是不是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是不是说让你跟我离婚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师爷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我们还有这个孩子，永远也不分开。你来干什么？师爷需要静养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他是见过你之后才晕倒的，你还来医院干什么？你是想让他的孩子彻底消失吗？我只是想来看看他们是否平安，顺便看看你。这段时间，我都不想再见到你。顾云深，你不要忘了，是你先欺骗我和你妈妈。虽然说今天的事情我深感抱歉，但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们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可能跟师爷分开。如果你还想让我们分开，那从此以后，你都不再是我爸。
云深，云深。师爷怎么样？你带我去见他。别去了，医生说要绝对的静养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孙子差点没了，你还这么淡定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老婆，那从此以后，你都不再是我爸。没事了，我公司最近项目比较多，我也没有出去一趟。顾董，您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？是关于那篇帖子的事儿。您查到那个标题是写的真假了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当没有这回事了。什么？师爷肚子里的孩子也确实是云深的。您是怎么确定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总之，让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吧。那为了以防万一，师爷过去的信息是不是也查到了？查过了，甚至连他只有一个前男友，我们也查到了。前男友？那个发帖子的人一定要给我找到，总不能让这种人还在社会上活动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峰怎么就突然变了想法，还说什么在调查？肯定是你撒谎，我明明就在他面前，他却什么都没看出来。看来他是要打算全都隐瞒。虽然他全都知道了，他竟然还打算承认师爷和顾云深之间的关系吗？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会允许怀了别人孩子的女人留在自己儿子身边？既然如此，我们只能换一个人跟我。妈，别这么叫我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生的？对不起。云深也知道吗？顾云深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师爷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妈，我早就把师爷肚子里的孩子当做我自己的一样了。因为你喜欢师爷，连他肚子里的孩子都接受了，是吗？最开始不是，我跟师爷只是假结婚。假结婚？从一开始你一直都瞒着我们。顾云深，你疯了吗？妈，你冷静点，我们打算过段时间。这是能过段时间的事情吗？胡闹也应该有个限度。每次我对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那么好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我那么喜欢你，我那么感激你能让我儿子有所改变，现在想想都想一头撞死，你知道吗？妈，别叫我妈，赶紧把我分走，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。老婆，你我终于知道你那天为什么那个表情。那现在你是怎么想的？当然是让他们分开。我跟云深聊过这些话题，但是云深的态度很坚决，要想改变他的想法很困难。困难就算了吗？妈，阿姨，能下地吗？阿姨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今天这眼皮怎么一直跳啊？该不会是小野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下车。阿姨，你再不下车，我就把你妈妈叫下来，外边聊。亲家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孩子还是不要生下来了？
你说还是我说？我也对，你也说不出口，那我来说。师爷怀的孩子不是云深。亲家母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云深都承认了，那孩子是他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师爷和云生已经坦白了。小叶，亲家母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肚子里怀的真的不是云生的孩子吗？亲家母，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生气，但是云生他知道这个事吗？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怎么想，现在还重要吗？就算他能够接受，换作是你，你能接受一个满嘴谎话，带着别的男人孩子的女人嫁到自己家吗？你我两家的缘分到此为止。这2天闲了，就要婚礼了。阿姨，你走之前有些话必须要说完。从我第一次见到您开始，我就觉得您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妈妈。后来你关心我、照顾我，还有我的孩子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真的很愧疚。我明明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，但是我心里还是保留一丝丝的幻想。要是我以后的孩子有一个对他好的爷爷奶奶，还有爸爸，该有多好。所以呢，我就硬着头皮的想要跟你们一家人一起生活。虽然我说了不可原谅的谎话，但是我的心意都是真的。你以为只有你是真的，我和云生哪个不是真的？正因为如此，你的欺骗才更加的可恨。你只想着自己和孩子的未来，你有没有替我们云生考虑过？要是有人真的他替别的男人养孩子，他还能不能抬得起头？妈，对不起，你要骂就骂我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妈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知道石野去哪了吗？我把他送回娘家，妈，你并且我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妈，以后你们不会再见，忘了。我不会放弃他。今天你敢去找他，顾家以后你都不要再回来。怀了孕就有罪吗？妈，你现在对石野的所作所为，和当初爷爷对你有什么区别？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阿姨，我妈妈昨天过来一定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吧？我替她向您道歉。明明隐瞒我妈妈的事情，最开始是我先提出来的，可现在却要让您和石野来承担这一切。你提的？你以为人生是儿戏吗？你以为你假装孩子的爸爸，我就会感谢你吗？不是的，阿姨，虽然我们一开始是在撒谎，但是如今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石野生活在一起。可能吗？我当初就是看中你和你妈妈的人品，才愿意让小野嫁进你们家的。可现在出了这事儿，你觉得小野还能在你们家好好生活吗？以后孩子出生了，还能在你们家开开心心的长大吗？
再过几天把离婚给办了，以后不要再见了。你到底要我把话？阿姨，请去说呗。所以，孩子的父亲真的是你？是的，阿姨，不许你问师爷。那你今天来想干什么？我这次来是想找师爷复合，我觉得孩子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会更好，你觉得呢，阿姨？陈木川，你怎么闭口不提你恋爱7年还出轨的事情？出轨？我知道，我这段时间真的很后悔，我当时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。你别再说这些废话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不行，我既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那我们这辈子注定是要绑在一块的，分不开。既然你们不答应，那我以后每天都会来的。你有没有替我们云生考虑过？要是有人知道他替别的男人养孩子，他还能不能抬得起头？是，我既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那我们这辈子注定是要绑在一块的，分不开。师爷，你在哪儿？在家。云深，明天我还想出去散散心。好。好安静啊，总算只是我们2个人了。是啊，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能这样放松。我也是。顾云深，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，你说叫什么名字比较好？叫顾念时。顾念时。顾云深，我一直在想，你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？再来100次，我们都会相遇的。你就这么确定？当然，因为下一次一定是我主动找你，找不到你我不会停。这几天你在家里待着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来接你。你回家慢点开。师爷，我爱你。你怎么了？这种时候，你不应该说我也爱你吗？有些话还是等到下次见面再说吧。好吧。拜拜，云深。拜拜。晚安。
所以那次真的是在告别。顾总，您找夫人已经找了5年了都没有找到，她该不会是出国了吧？等国内找完了，就去国外找。那我们为什么总是来这个小破村子呀？您都找了好几回了。这里是他老家，你去把车开到村口，我再找找。叔叔，你要买西瓜吗？妈妈，有人要买西瓜。This is love story， 看着色高冷，너만 보는 두 눈을 감을 수가